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查理斯目，我是查理博士，坐标加州硅谷。1月30日，惊奇之王川普再次扔下一枚金融核弹，他提名鹰派理事凯文·沃什，在今年5月接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位置。川普的这次美联储主席人选，未来可能成为引发美股大回调的导火索。为什么黄金、白银在消息释出之后单日暴跌10%和30%？为什么比特币、以太坊雪上加霜，在本就被砸得很惨的情况下，价格直接跌穿地板，破位走熊？沃什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后，哪些资产会率先遭殃？咱们散户投资者现在该如何投资布局，转危为机？本期节目，查理为你揭秘 CRI 系统给出的答案。川普对凯文·沃什的评价极高，他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文称：“我认识凯文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我坚信他将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，甚至可能是最出色的。”他特别提到沃什的完美形象。确实啊，沃什除了长相俊朗之外，还是斯坦福的经济学统计学本科、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。他在90年代中期在摩根斯丹利工作了7年，一路升至副总裁兼执行董事。这段经历让沃什对金融市场的底层逻辑、公司估值和资本流动有着极其敏锐的直觉。此外，凯文·沃什曾在2002年到2006年之间担任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政策特别助理，是白宫和华尔街之间的重要纽带。2006年，年仅35岁就被任命为美联储的理事，打破历史记录。他绝对是妥妥的华尔街精英，横跨政商两界。2011年理事任期满之后，沃什一直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做研究，并且在商学院任教。然而，因为沃什非常重视通胀失控和美元贬值的风险，以及他强烈批评美联储 QE 量化宽松大水漫灌的政策，他的任命消息一出来，以美元计价的大宗资产价格就开始崩跌了。黄金的价格从1月底的高点5615美元每盎司大跌了好几天，在2月2日价格回撤到4679美元，跌幅高达17%。而魔鬼金属白银就更惨了，从高点125美元每盎司暴跌到80美元以下，4天之内闪崩了1/3的价格。有会员朋友问查理，金银现在暴跌了这么多，咱能不能逢低抄底 GOD、SLV 呢？我的回答很明确，现在绝对不是接飞刀买贵金属的时候。这是因为过去1年黄金的价格已经上涨63%，白银则更是暴涨了146%。就算他们过去几天大跌了20%或者30%，然而他们的价格依然非常的昂贵。而市场对于鹰派美联储新主席的叙事，会让美元的价值持续走高，在短期之内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弹信号。那这个反弹不会是几天就结束，而是更可能持续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。那么，如果美元价格持续上涨，以美元计价的大宗资产黄金、白银，它们的价格就还有不小的下行风险。在这里，朋友们要千万注意，别刚有反弹就杀进去抄底 GOD、SLV，结果抄在了山顶旁边一丢丢的高位。这张图显示了白银现货 ETF SLV 的价格历史曲线，可以看到和现在的情况很类似。在2011年4月份，SLV 也是冲高到46美元的历史高点，然后开始突然暴跌。接下来 SLV 的价格差不多跌了4年半，从2011年的46美元跌到了2015年底的13美元，总体跌幅高达73%，相当的夸张。而如果你在当时抄底了白银，则需要等14年的时间，到2025年10月份才算解套。朋友们，这是不是相当的触目惊心啊？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是不是比炒咪咪股还来得刺激？当然，除了贵金属之外，以美元计价的加密货币，比特币和以太坊最近也是雪上加霜，喋喋不休。比特币已经从去年10月的高点下跌了37%，以太坊的跌幅就更重了，已经从7月份的高点雪崩了51%。而我们熟知的两大代币公司 Michael Saylor 的 Strategy 以及 Tom Lee 的 BMNR，他们的股价则更是从去年的高点分别跌去了67.3%和84.4%的市值。难怪有 Polymarket 下注说 Tom Lee 可能在1月底逃离美国，因为他代言的以太坊
跌起来就没停过。而死多头 Tom Lee 却一直在说，以太坊在2026年1月底能够 V 型反弹到7000美元以上，而现实却是以太已经扭头向下，阴跌到2300美元，和 Tom Lee 的预测相比打了个3折左右。查理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多头陷阱。Tom Lee 是一位优秀的宏观分析师，但在加密货币的短期择时上经常过于激进。此次7000到9000美元的预测失败，再次证明了市场不会按照专家的剧本演。那么，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够让万亿市值的资产瞬间灰飞烟灭？沃什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两点：缩表加降低利率。一个是收水，一个又好像是放水的矛盾组合。实际上，这里隐藏了他作为宏观经济学家的深刻逻辑。鸽派的动作是降低利率，它的目的是减轻企业债务负担，特别为科技创新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廉价的资金，以此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。而它的鹰派动作缩表，则是通过收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，回收过剩的市场流动性，以此对冲降息可能引发的通胀风险。这种左手降息、右手缩表的打法，意味着美联储正在试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灌溉。那么，这对于咱们散户投资者来说，沃实的美联储新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首先，AI 的普及导致企业的大规模裁员，这绝对能够压制通胀。而如果通胀能够维持在3%以下，美联储就会有更大的政策空间，把联邦基准利率从现在的3.5%以上继续下调到2%，甚至更低。然而，由于沃什主张减少美联储对市场的直接干预，过去那种只要美联储喊话不加息，股市就蹭蹭蹭稳涨的日子可能一去不复返。缩表意味着美联储从市场抽走流动性，这通常会推高长期美债的收益率，导致长债 TOT、IEF 的价格承压。更重要的是，投资者可能已经开始了去杠杆的过程。当美联储不再买短债狂撒钱，华尔街就没有额外的资金去借钱加杠杆来炒股，这也就直接导致像上周那样的贵金属、加密货币等高杠杆资产的价格有剧烈的下跌行情。总的来说，沃实的美联储新政最终可能导致美股里的流动性被持续抽干，被迫流向地方小银行和美国的实体企业中去。通过大规模的缩表，美联储能够回收股市中的热钱，并且迫使美国政府减少举债投资的大手大脚。从长期来看，这绝对是利好美国的普通百姓，因为美元的价值得到了保证，而房价、物价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。不会再出现像新冠疫情时期那样，美联储放水导致房价翻倍、通胀率失控到10%以上的情况。那这是好的一面，不好的一面也很明显，就是黄金、白银的飙涨，以及过去几年美股市场爆发性的上涨大牛市，可能就此告一段落了。虽然短期美债的殖利率会下降，但是因为市场上不再有美联储持续注入流动性，美股将面临价值重估的风险。现在的标普500指数平均 PE 已经突破28倍，1年后的前瞻 PE 也超过了23倍。一旦流动性枯竭，标普500的 PE 跌回到25以下，前瞻 PE 跌到20以下，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。这种流动性紧缩的模式，非常类似于去年2月到4月份川普的关税战引发的标普500指数在1个月半月内闪崩20%所发生的情况。没办法，左右美股涨跌的决定性力量其实就两个，一个是美国政府，另一个就是美联储。那在2月初，一切都还是那么风平浪静，生活还是那么的岁月静好。美股大盘标普500指数在上周首次突破7000点之后，依然维持在6976点的高位。然而，CRI 投资系统却在此时有点不合时宜的给查理预警。我的 AI 投资系统认为，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在接下来几个月内可能迎来一波幅度在10%到15%的下跌回撤。Why？这张图显示了 Bloomberg 后台给出的数据，截止到2月3日，华尔街机构的股票持仓比例高达87%，散户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也有90%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从2025年年底到2026年2月份，散户的持股比例正在悄悄地降低，从94%的绝对高点下降到了现在的90%。
而现金水位已经有超过一个季度维持在仅有5%的超低水位，也就是说，市场上的流动性已经持续枯竭。而随着鲍威尔主席在今年5月份下台，他所领导的美联储很可能不会在接下来3个月有任何提前注入流动性或者维持股市高估值的鸽派动作。而标普已经涨到了28.2倍的 PE，正式抵达历史最高点，近期的上涨动能已然严重不足了。而美联储的点阵图显示，我们很可能需要等到今年6月下旬沃什走马上任美联储主席之后，才有新的降息空间。而在这长达4个半月的空窗期，可能就是美股大盘下跌回调、均值回归的时间窗口。因此，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查理强烈不建议大家在2月初就重仓 all in 美股大盘，因为现在的投资盈亏比已经偏低了。CI 系统计算后认为，我们在4到5月份有机会看到标普回撤到6200点到6300点的区间，届时咱们再逢低抄底买入 VOO 或者 QQQ，绝对会有更好的投资回报比。现在不是 FOMO 买入的时候，反而我们需要非常小心，保持谨慎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些黑天鹅事件会突然爆发，从而引发美股大的下跌潮。而且，查理认为，这次回撤的导火索之一就是鹰派主席沃什的走马上任，让美元指数在短期内走高，从而压低美股的上涨空间。这是美股市场现在的盘面，可以看到，在微软财报公布之后，出于对 OpenAI 还不起债的恐惧，市场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板块轮动。涨得最好的股票变成了不做 AI 的苹果、传统大超市沃尔玛，以及最近跌得比较重的信用卡龙头 Visa。而跌得最惨的股票，则变成了股王英伟达、特斯拉和大涨后回撤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。2月2日，英伟达 CEO 黄仁勋表示，对 OpenAI 高达1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已经出现了停滞。NVIDIA 内部高管对于这笔交易有保留的意见，他们担心这会被视为借钱给 OpenAI 让他买自己的 AI 芯片，从而引发监管机构的调查，也可能损害与其他客户，包括谷歌、Anthropic 的关系。黄仁勋日前在台湾接受采访时表示，1000亿美元的投资只是最高的上限，并非确定的金额。虽然他强调仍会对 OpenAI 进行非常庞大的投资，但是这种表态上的降温让市场产生了不确定性。此外，NVIDIA 将在2月25日发布新一季的财报。由于过去3年 NVDA 股价暴涨了8倍，部分投资者选择在财报季之前获利了结，套现离场。而在美元走强、市场开始杀估值的今天，查理也适当止盈了部分 NVDA 的仓位，把它的比重控制在5%以内。没办法，如果标普和纳指开始回调，那么英伟达、AMD 等高动量的科技股一定是首当其冲被影响的股票。我们必须未雨绸缪，提前做好风险管理。那另一个物理化 AI 巨头特斯拉股价也在盘中跌破了420美元的关口。特斯拉下跌的原因，还是查理在1月初节目中特别介绍的，它在欧洲市场的电动车销量表现不佳，其中法国1月份的销量大跌42%，创下3年的新低。挪威曾是特斯拉最强劲的市场之一，但1月的新车注册量暴跌88%。从整体而言，欧洲的消费者对于电动车的需求正在放缓，而且比亚迪、大众等竞争对手对特斯拉的压力正在加剧。2月2日，市场又传出重磅消息，福特汽车正与中国科技巨头小米洽谈，在美国本土建立合资企业生产电动汽车。投资者担心，这可能打破目前美国电动车市场的竞争格局，尤其是小米在造车领域的极高效率，一旦引入美国，将对特斯拉的市场份额构成重大的威胁。当然，从长期来看，查理还是对伊隆马斯克未来的理念有很高的期待。如果 TSLA 股票随着大盘的回调，能够回撤到360到390美元的支撑区域，并且出现了止跌企稳的形态之后，查理个人认为，届时确实会成为建仓买入 TSLA 股票的好时机。但是现在就让我们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，因为大盘还在历史最高点附近，特斯拉股价下跌的风险还是真实存在的。好，聊完了今天的主题，我们来看看截止到2月3日，CI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。
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，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、美债殖利率的变化、全球央行的流动性、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，来对美股、短债、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，或者维持不变。在川普提名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之后，金银等大宗资产的暴跌，让 CI 投资系统给出了预警的信号。系统担心接下来有任何的风吹草动，都可能引发美股市场的显著下跌。因此 ，CI 系统建议把股票部位的持仓比重从原来的85%降低到75%，同时把剩下25%的资金转移到超短期美债 USFR、SGOV 或者 SHY。在大盘下跌之前，我们做提前的避险。那在个股层面 ，CI 系统推荐考虑买入盈利变现能力很强、防御性拉满的大公司股票，分别是微软、波克夏哈撒韦和联合健康。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，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。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最新持仓情况，可以看到，到了2月初，涨得最好的股票变成美图秀秀 Meta、波音、亚马逊、量子计算 ETF QTUM 以及 Meta 的股票。查理根据 CI 投资系统的提示，逢高止盈了部分 Amazon、Meta 股票的仓位，并且清仓了比特币 ETF IBIT， 把获得的资金用来大量买入短期美债 ETF SHY、联合健康 UAH， 以及加仓买入了微软的股票。同时，我还建仓了股神巴菲特持有的金融保险类巨头波克夏哈撒韦的股票，因为波克夏持有3000亿美元的短债，万一美股市场真的崩了，它将有足够的弹药用来抄底捡便宜买入优质的公司。查理认为，接下来几个月 BRKB 的股价可能有非常不错的上涨空间。在交易结束之后 ，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微软占比38%，短期美债 SHY 占比23.6%，Meta 占比12.8%，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.6%和亚马逊占比7.4%。和往常一样，未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，我也会及时更新，请朋友们保持关注。如果您想在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，可以加入查理斯木频道会员，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，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。此外 ，CI 投资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木今日宏观、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您对贵金属、加密货币的暴跌有什么看法？美股市场会迎来大幅度的回调吗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，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。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，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，在市场中成长。祝您周中愉快，操盘稳健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